我的小孩跟 Sean 的小孩一起上了1周的夏令营。我女儿在第2天的时候吧，好像回来的车上就问我：爸爸，我们以后还来美国吗？我们以后还来这里吗？我好喜欢这里，我还想来。就真的是童言无忌的声音，是让我感触很深。我觉得怎么讲呢？即便是你很有钱啊，这里是说一个，即便是你很有钱，马来西亚也是可以作为第一站。就是你在这边感受到这些，你会很轻松的在这些地方感受到一些。如果说你还在国内没有出过门长期旅居过的话啊，你可以作为第一站。第一站在这个地方，你感受一下国内跟马来西亚的不同。没错，这是第一个。不管是自由度也好，不管是你这个物价也好，不管是你的生活环境、气候也好、生态也好，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有了这个之后，你再到这个美国，比如说美国这边来，就以美国举例，那你会感受到，因为你没有经济压力，你到这边再来感受的时候，你再对比，到这边你会感受什么都是顶级的一些水平的东西啊，不管是教育方面的啊，或者是说各种小孩啊，因为这边的比马来西亚好的地方是主要在于是什么？主要在于我觉得是顶级的，所有东西很多东西是顶级的。你的小孩哪一门兴趣课，不管是什么球类运动也好，是什么绘画、音乐哪一块也好，你都可以遇到顶级世界级的老师。他这里的问题他就是世界级的。那么你在可能说是在马来西亚的话，那确实你要去找到这么水平很高的，达到这么个很世界级 level 的，那么就要么就是巨贵，要么就是很难找。这个是一个，但是它很适合就是躺平生活。没错，对。我总结刚刚 John 的这一点分析，其实就是美国可能在教育综合环境上还是要高一个档次的，就是你可以找到最好的一些教育资源，对于孩子的这个教育啊、发展啊以及成长来说，可能会比马来西亚平台高一点点。不是说马来西亚平台不高或者说低，就是马来西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国际化的舞台，就是只是说你看看你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收入和技能的层次，可能选择一个更适合的。然后对马来西亚来说，我觉得马来西亚可能更适合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旅居者，年纪大一点的，但是又不是那种大到走不动路的那个年纪啊，就是又能走动路，只是说年纪稍微到了退休的年纪。在马来西亚其实可以享受到相同的花销，可以享受到的这个体验是比在欧美要好很多的，比欧美、比国内，你可能都要好很多。没错啊，你在马来西亚，你几百万可以享受到国内几千万的生活啊，对不对？但是同样的，你跟那个欧美这边比的话，也是一样。最关键的是，就刚才我说到这个教育，也不是说一定要到美国啊，或者说这种地方来找这种高端教育，还要看孩子的嘛。比如说我孩子，他在这个音乐方面没有天赋，在运动方面没有天赋，我把他塞到这个美国这个顶级的老师这个手上，人家也不会要你，可能说他不爱我，不会愿意当你老师。你也不是把他放过去就可以把他变成一个世界顶级的一个选手的，对不对？因材施教啊，因材施教。那你如果说我自己孩子资质平平，就拿我不是说大家，我就说我小孩他资质平平的话 OK 了，你在这边完全在马来西亚也 OK 啊，他的老师足够应付他了，对不对？除非他自己真的有什么特别的技能，他有特别的这个天赋，那么我就肯定那我还是会重点考虑到美国来去找一个顶级的老师或者是教练这样子，对吗？谢谢 John 的分享。刚刚 John 正好提到这个孩子的教育方面，然后分享了自己孩子的一些经验。我正好说这几天就是 John 的孩子和我小孩一起交流的体会吧，就是我的一点感受吧。首先，我觉得 John 的女儿从马来西亚过来和我儿子用英文交流、中文交流，双语都可以。就是这2门语言很明显就是掌握的非常好，这从侧面印证了马来西亚的英文和中文教育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好。对。然后很多时候我看他们可能更多的是用英文交流，因为2个小孩现在都是学校的教育主要都是英文教育，对，所以他们更偏好用英文来一些交流。然后今天我们送小孩去上夏令营的时候，然后老师也问这样的孩子能不能会英文啊？然后他马上就已经跟老师交流起来了，所以这方面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马来西亚的这个语言教育环境是极其优质的，就是完全无缝链接，可以来到美国。所以这个可能和国内的教育环境比还是不一样的。对，你国内的话，即便是在国际学校吧，我也有跟一些那个在国内国际学校的家长，也有跟他们孩子也过一些交流嘛。他们的小孩可能英语成绩已经很好，可是他们比如说他们到马来西亚来去参观学校或者是怎么样，老师去跟那个学生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孩子开口比较难，英语开口比较难啊，他有的时候要听2遍、听3遍，他可能会理解到。那我小孩其实在马来西亚学英语的时间并不长，1年多，到这边感觉他们还是可以无缝的转换，对吧？自然的沟通交流，没有那种怯场啊或者是什么这样的情况啊。对，
视频创作不易，如果您觉得以上信息对您有用，还希望您可以花最多0.4秒的时间给这个视频点个赞，这将是我们持续推出更多视频好内容的根本动力。离开底特律之后呢，我又来到了纽约。在纽约其实也遇到了有意思的人和事了。这一路过来，到每一个地方，基本上我都会去找那些人，就是不管是司机还是说餐馆的老板啊，这样子啊，碰到的人都会去跟他们主动的去聊天，去了解当地的情况嘛。所以在下飞机之后，我们其实在网上预约了一个电召车司机。他接到我们之后啊，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在路上还爆胎了，我们一起补胎，不是一起补胎，一起换轮胎。然后我就他也跟我分享了他的故事。他呢是福建那边的，破产之后就把3个小孩、老婆、家人全部就放下，直接就拜了妈祖庙就出发，21天就走完了线。我这里完全不提倡，严重声明，我这里完全不提倡走线啊什么什么的这种非法的行径啊。我只是说他的故事。到了纽约，在这边目前做了刚好1年，接我们的这一天，他说刚好1年，做了1年的电召车司机。每个月平均是4-5千，就5000美金左右吧，有时候可能不到5000，然后享受着这个政府的低保，医疗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免费的，然后每个月还可以给家里补贴一些家用，他也是说没办法，然后希望尽快开庭，然后以后可以争取点什么吧，这些我就不细聊了。从这个人的身上，就是说我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如果你真的是那种走投无路啊，或者是生活已经没有尊严，在某些地方你的活着已经没有尊严，然后真的是家庭都 hold 不住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孤注一掷也是一个选择像这种情况，那有句话说过是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的高与低，不是说你的 GDP 的高与低来相关，而是说底层人民是否活得有尊严的这一个地方来比较。所以说美国这一块这个人性的关怀这一块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当然这个也是跟马来西亚很大的区别，所以说那种就你孑然一身你要跑到去马来西亚去发展的话，那你很难有什么发展，你又没有技能，又没有资金做生意，又没有资源就肯定是比较难啊。那讲到这里就讲那种小资中产家庭的，那你到马来西亚确实可以过得不错，可以躺平啊，甚至在美国的话，你像纽约和洛杉矶、加州这样的地方，那你肯定是不太可能的，也是很不现实的。除非你英语很好，又有一技之长，那你肯定可以得到一份高薪的工作也不会说是没有压力的生活。我觉得不太会啦，一定也会有压力啦，而且你还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嘛。同样的，那你这样子同样的情况，你在马来西亚的话，你说不定沙滩、阳光、豪宅全部可以配齐，对吗？那你亿万富翁的话就不用说了，你完全可以自由选择去哪里生活都是自由的如果我有如此的有钱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加州，因为加州这个地方真的是那个环境、风景这些都太好了。比起来的话，马来西亚还是热了点。虽然我觉得马来西亚比中国的夏天凉快太多了。说到这个环境这些东西，就还有一点就是像加州因为我第一站就是加州嘛，它很多资源都是顶级的。你的比如说小孩子的兴趣，你有什么你要踢足球，一不小心你就可以碰到那个什么前国足前国脚什么的，什么你喜欢小提琴，你可能一下子可以碰到一个什么大师，什么获了多少奖的，都是你就随便拎出来，它都是世界有名的、世界级的。这个就是它的资源确实是很丰富。那相对来说的话，马来西亚肯定是比不上的。说到这个教育嘛，我的小孩在底特律跟Sean的小孩一起上了1周的夏令营。我女儿在第2天的时候吧，好像回来的车上就问我：“爸爸，我们以后还来美国吗？我们以后还来这里吗？我好喜欢这里，我还想来。”就真的是童言无忌的声音，让我感触很深。也就这一点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大马的学校外教比例越高，它的那个学费就成倍的增加。这种是我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区别呢？人文关怀还是说实质素质可能都有关。因为有些老师可能说去外教老师，他本身并不是在
这些欧美国家是名师，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但是他到了一些普通的地方，马来西亚也好，中国也好，什么泰国也好，他就是名师了。他的那种对孩子的爱心啊、耐心啊这些东西啊，就是一种最好的一个师资的一种力量啊。就这个就是差距吧，可能这个就是差距吧。说的很那个一点，我觉得可能是文明的差距，这个大家自行去理解吧。我欢迎评判我。当然了，我去北美都是经过挑选的。在这一趟虽然走马观花，但我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包括底特律的铁锈带呀，包括纽约啊，甚至纽约我还去了一个危险的区域啊，黑人区，名字我还是不提了吧。我在那边下了车，碰到了一个其实一起坐巴士的一个黑人女孩，大概是个大学生，或者是一个刚毕业的，不太清楚了。他就跟我讲说你要去哪里？我帮你，因为他看到我在手机上找嘛，就我是找那个机场附近的一个酒店，那里跟机场其实只有几公里了吧，7、8公里。然后他就赶紧过来的帮我，我其实也挺纳闷的，我说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慢慢找到。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早了，你不要再去坐公车了，你就打车没有很多钱，可能$10几就可以了。他在担心我是因为舍不得花钱而去坐巴士，在那里查线路。其实我就是为了观光嘛。然后我慢慢后来才理会到，他甚至说他愿意给我出钱让我打 Uber 走开。后来我才理会到那个地方是纽约最乱的地方，黑人区。因为我那个时候大概是5点左右了吧，就已经开始是要进入晚上的时间了嘛。那他的这个让我就瞬间就警惕了起来，就开始注意周围，确实没有一个其他肤色的人，全是黑人。我不是说黑人针对的整个黑人群体就怎么样，只是说我在这个区，它可能是一个比较乱的区域也感受到了一些不太友善的眼神。那这个，但是我也碰到了这个非常友善的黑人女孩，她就说：“你打车赶紧走。”告诉我，甚至她愿意帮我出钱。我感谢她的好意，然后马上叫了一个车。叫了一个车之后，接我的好像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主意的，肯定不是黑人但肤色也不是白。他就跟我说，这块区域他一般不来接的，因为现在还早的话，他刚好就拍到了单，然后他就来接了。所以他说这块区域还是不太安全。跟他聊的时候，好像是算是经历了一点小惊险吧，因为我本来觉得没什么，但是在那种氛围，在本地黑人给我的这种让我赶紧走然后包括那个 Uber 司机跟我讲了之后，我就感觉到了，好像也是感觉到了有危险了这算是一个小插曲吧。看到了这些好的，也看到了很多好的，也看到了这些不太好的东西，包括纽约的地铁包括什么脏乱差、尿骚味，另外有老鼠我是没见到了，其他的我都是体验到了市中心的人，那个时代广场的人群什么，其实确实都看了。就个人感悟就是说，一方水土，一方风土人情，一方的那个文化环境，主要还是我们要学会自己去选择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回到现实，我个人暂时依然会在大马好好生活，因为我在大马已经有家的感觉，也有自己的小事业，而且孩子在不错的学校过得很开心。我也还有很多回国的理由，回去也很方便。这也是我目前比较满意的生活状态吧。所以暂时在马来西亚，以后再根据情况而走。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马来西亚 vs 美国，到底哪边更香呢？我看还是要因人而异。我们还要考量个人技能特点、家庭资金实力、语言偏好、气候适应性等等。两边各有各的香喷喷的优势，也有自己明显的不足。如果屏幕前的你也能够像我们全球人一样，不受地域限制的搞钱、创造收入，同时自由的环球旅居生活，说不定就能够取各地之长，而尽可能规避各地之短，在此长短之间，活出你和家人该有的人生姿态。当然，就马来西亚和美国两国，我们也欢迎大家在留言评论区或者加入我们会员社群，分享属于您的宝贵见解。如果大家对于移居马来西亚或者美国感兴趣，也欢迎查看我们频道往期更多关于马来西亚第二家园 MM2H 以及美国投资移民 EB5 等等不同项目的科普介绍视频。
有疑问也欢迎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或者私信与我们取得联系。顺手牵羊，一个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我是笑，我们下期见，拜拜。